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嘉宾老师是谁？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周群老师，欢迎；来自华谊嘉信的高级副总裁徐伟老师，欢迎；来自法国梦泉品牌创始人贺东东老师，欢迎；涂磊涂老师，欢迎。来，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分享4位老师的人生智慧，了解一下这对嘉宾遭遇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各位请看。我原以为会是一场圆满的婚姻，可是结果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他现在一点都不相信我，一点小事就小题大做。当初我不顾父母的反对也要和他在一起，可是他根本就没有把我和我的家人放在心上。我们刚结婚才1年多一点就开始分房睡了，这样下去对彼此都是折磨，不如离婚算了。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杨先生24岁，来自四川，服务员；吴女士23岁，来自重庆，自由职业。来，有请2位，有请。欢迎2位哈。结婚1年，对，新婚燕尔啊。小片最后说已经分房是吧？对，现在已经分房睡了。啊，谁提出来的呀？我提出来的。为啥呀？因为他自己做的那件事情，不得不让我分房睡。啊，他做过一些什么事儿呢？你自己问他呀。对，你做过一些什么事儿？我自己问来。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他不知道，你看，要不然你自己做的事情你自己不清楚吗？没事，要不然您给说一下，好不好？他不愿意说，他抵赖。他在酒吧里面上班嘛，然后他异性朋友不是很多吗？他就天天跟别人聊天。他根本就没有把我放在心上。是不是跟别人聊天啊？我是跟人家聊天的，但是我没有经常跟人家聊天呢，因为这是工作需求。结婚之后压力都很大，都是靠我一个人来支持的，他们都是我的顾客。如果说我不跟他们聊的话，他们怎么会来酒吧消费？你每加一个人都说是你的顾客，你有那么多顾客吗？做销售人员的加很多顾客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那你根本就没有把我放在心上啊。那我怎么没把你放在心上呢？说说他怎么没放在心上。他每天除了上班都是出去混酒。出去混酒，这个混酒就是喝酒的意思是吗？对啊。你这个职业你写的是服务员，到底是做什么的呀？因为我们酒吧是这样子的性质，服务员他也带有销售性质的。哦，就是您是在酒吧里工作的，是这意思吧？对，晚上上班。对。所以您指他除了上班就是混酒，指的是干嘛呢？就是跟他那些朋友出去喝酒嘛，有时候都是夜不归宿的。我怎么又夜不归宿了？我每天下班我没有按时回家吗？你没有夜不归宿吗？下班我没有按时回家吗？反正我是不知道你干嘛去了。就像有一次你生病一样，你跟我打了那么多电话，因为我是在上班，手机是放在办公室里面的，完全没有听到。但是你后面你为什么要把我的电话跟我的微信全部拉黑呀？难道你就不知道出个上厕所或者是吃饭的时间给我回个电话吗？我都说了，我的手机是放在办公室里面的，而且那天又很忙，领导根本不会让你去拿手机看。你明明知道我生病了，你回来都不关心我一下，就知道对我大吼大叫的。你看嘛，总是为了这件小事，他就跟我莫名其妙的跟我吵跟我闹。那还有一次，当我去洗澡去的时候，你拿我手机跟我朋友和同事他们发信息，你发完信息也就算了嘛，你为什么要把人家删除了呢？我不把他们删除了，难道你还要跟他们继续聊下去吗？我都说了，这些都是我酒吧里面的顾客，你把他们删了，以后他们怎么来找我消费啊？你手机上异性朋友那么多，每天上班的时候这里加一个异性朋友，然后那里加一个异性朋友，我就是要把他们删了。等于你把他的手机通讯录删了，是这意思吗？对，全删了。女的删了的，给他留了几个男的。哦，你看嘛，留了几个男的，他总是这样子，莫名其妙的。哦，之前就是我刚下楼，因为刚碰到一个同事嘛，有个女孩子，都是跟她一起去上班，然后我就跟那个女同事开了一句玩笑，她就觉得我两个真的很亲热，她二话没有说，上来就给人家一耳光。因为她都是一个人去上班的，结果那天我撞见她跟个女同事走在一起，人家两个脸都要贴上去了，你说我能不生气吗？不是，那你要打应该打她，你打人家姑娘干嘛？我就是要打她呀。然后那个女的不知道她是有妇之夫了吗？为什么还要纠缠她呢？你应该打她，不应该打人家女孩。真坏不是她坏吗？反正我就是不喜欢别人去纠缠她。哦。
这个我们都理解，谁愿意自己的所爱跟别人分享？没有人愿意，是吧？当时我是不是解释过嘛？我有个同事住在我家附近的，我没跟你解释过这个事情吗？我跟你说过吗？你们这才结婚1年啊，就为这点事儿闹成这样，你们俩怎么认识的？上班的时候认识的。你以前也是他客人是吗？不是，就是以前在酒店里面上班嘛，他也在里面上过班，然后我们是一起做服务员的。哦，过去你是在酒店做服务员的是吧？对。哦，这么认识的，是同事是吧？嗯，是的。后来为什么嫁给他呀？因为我喜欢他呀。当初我不顾我父母的反对，就执意要嫁给他嘛。当时的时候，我家里面并不是很同意嘛，因为知道他家庭条件都不是特别好，所以说我爸妈就一直反对我跟他在一起。那你的意思是我高攀咯？你等一下，别着急啊，先让姑娘说完哈。后来怎么了？后来我妈就跟我说，她说你要嫁给他可以啊，以后你过得是好还是过得不好，都跟家里没有半毛钱关系，那都是你自己的事情。然后后来我妈就没有管过我的事情了。哦，等于为了他跟娘家决裂了，是这意思吗？对，反正从结婚到现在，他见我家父母就只见过2次，而且还是我叫他去的。这是为啥呢？因为他不愿意啊。不是我不愿意，第一次我去你家的时候，我都是那么勤快帮你家做事，但是你父母还是一样，问都不会问一句。第2次去你家跟你一起，直接是什么？直接是把我关到门外，让你进去了，把我关到门外。那我爸住院那次，那你为什么我跟你说了的？我说让你陪我一起去看他，你都不陪我去看他。当时说我是工作很忙，而且我跟你爸那边打个电话，我跟他说过，我说忙完这2天我就过去看你，而且当时我也瞒着你买了水果篮过去看他呀，但是后面直接被你妈拦到门外，也不让我进去。你事先没有跟我讲啊，而且你又没有跟我商量，反正到我爸出院，我没有看到你的人影。我本来是想这个事情瞒着你，就是说跟你家里面能不能把关系搞好一点，不要搞得这么僵。就是因为我妈不让你进门，然后你就对我家都有意见啊。我对你家里有什么意见了？有意见还是没意见啊？我对他家里就是有意见。我对他家里一点意见都没有，是他家里人不是不待见我。嗨，我去你们家给你们家干了1次活，你不待见我，你接着干呀，爹那就干，你看看能不能改变嘛？结婚1年，跟家里有走动吗？有，我们有走动2到3次，但是他们家里人一直出于不待见我。闺女儿嫁给你就实际上面就是认可和接受了吗？还要不待见你那都是你自己的问题啊。就像那次我姐不是给他打电话让他去帮忙搬一下家吗？然后他就跟我姐说，他说我现在很忙，他说我没有时间，他说你让他自己一个人去吧。你姐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跟她解释过的，我是要上班，我也没办法。你是不是出去喝酒了？每个男人成家之后都会有家庭压力，难道我不要挣钱吗？我不要养活这个家吗？哎，全世界就一种工作叫喝酒是吗？就不喝酒就不能挣钱了是吗？有点听不下去了，你知道你这个荒唐的很吗？因为我是在酒吧上班，多多少少都会喝一点，但不会喝很多。你养家你养谁呀？家是谁呀？反正他现在就是心里根本就没有这个家了。现在你们俩还有交流吗？除了争吵之外，姑娘。平时基本上都不会说话的。等于白天你上你的班，晚上他上他的班。你们完全都不见面了，是这意思吧？见面啊，见面不会说话。见面都不说话。对，2个人根本就不会聊天的。唉，怎么打算啊？这日子还要不要过呀？我这边是想要离婚，因为他总是不太信任我，爱无理取闹。我到底是哪里不信任你啊？那你那次给那个女孩子发了500块钱的红包，你怎么解释啊？当时我不跟你说了吗？同事是找我借的，发了工资是要还给我的。反正我就是看到你已经把红包给发出去了，而且你说他要还给你，后面根本就没有回款的记录。他还给我，肯定你看不到，你看不到你就不相信我吗？那你之前你有给我买过那么贵的礼物吗？你一下子就给别人发了500块钱，你让我怎么想啊？我都说了，那个钱是借给人家的，不是我给他买礼物。哎呀，男生不想过了，对吧？对，不想过的原因是他不信任你，对吧？对，老是爱胡思乱想啊，你觉得你很委屈，对吗？是的。所以你想离婚，是这意思吗？对。你们谈恋爱的时候，他不在酒吧工作是吗？没有，就是结婚过后。
怎么就结婚之后就要到酒吧去工作了呢？因为是结婚快1年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在酒吧这边上班是我以前老本行，所以说我就想回去工作，因为这样的收入还会高一点。你们俩商量过吗？作为夫妻当时我跟他商量过，跟他说过。当时我不是很同意，但是他要去的嘛。那你对这个婚姻怎么想啊？他现在提出离婚吗？我还不想离婚。那是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为他付出挺多的。你为他付出挺多的？他家里面不是比较穷吗？然后我根本就从来都没有嫌弃过他。我一直以为结婚过后嘛，他也会一直对我好，可是根本就没有。结婚过后他就变了。所以你觉得你不值，对吗？我有时候我就在想，我当时的选择到底是对还是错？现在看是对还是错呀？现在就是心里有一点纠结，因为我不想让我父母那边担心我嘛。本来当初是我自己做的选择嘛。可是你这样，你父母更担心啊！我听不到你们2个人现在像一对夫妻一样的生活吗？你们现在像调查者和被调查者在一起吗？你天天调查他，像防贼一样的防着他吗？他要不是因为他要去做那份工作，这就是互动的关系嘛。他现在天天像个贼一样的躲着你吗？他就是觉得我管他太多了。你规划一下怎么不离婚吧。我真想不到跟他不离婚的理由是什么，因为他总是爱猜忌我，就是在家里没事干，他就是胡思乱想。不是他为什么？那不都是因为你吗？因为我什么都是因为我。那我结婚之前我是这样的吗？如果说你对我稍微也那么好一点的话，我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吗？我结婚以后我怎么对你不好了？你现在就是对我家里面的人还对我有很大的意见你就是建议我在酒吧上班，在酒吧上班你就觉得我跟他们有关系。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啊，作为一个成年已婚男人，现在你的工作在你的妻子看来已经影响到了你们的家庭和婚姻了，你愿意为此而换一个工作吗？这个我有考虑过，现在我也一直在找，我心里是想着要换一份工作。好，你先生说既然你这么介意的话，我可以换一份工作。可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除了男人就是女人，换一份工作还有其他的异性，怎么办？那除非他不跟他们联系啊。所以这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你看来，到底是因为工作环境使然，还是你先生就愿意去跟一些异性保持你认为的不当距离，是哪一种？你是不相信这个环境，还是不相信他？我不相信他。这就麻烦了，他换什么样的工作你都会不相信的。所以你们谈恋爱谈了多久啊？谈了2年。那2年他怎么样啊？他对我挺好的，那2年。挺好的。就是自从他换了工作以后，他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这些事情我跟他解释了很多遍，他始终都是不听。那你们来这儿想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我就是想跟他离婚，这么简单。你是想离婚啊？对。可是你刚才还跟我说要换工作呢。之前我俩吵架，为了这个家，因为他之前跟我说换工作这个事情，我是考虑过。也就是说现在你不再考虑了是吗？对。你是来挽救婚姻的，我听来听去是吧？你不想离婚？对。我还弄反了。我一直认为他是要离婚的那一方的，结果他不离婚。那既然不想离，为什么不想办法去改变呢？我们且不说这个婚姻到底实质是怎么样的啊，就你想过什么改变的方式吗？除了我去删他手机里面的这个异性的电话，你还想过什么其他的方式做改变吗，姑娘？反正我现在就感觉他心里面根本就没有我了。如果他的心里没有你，为什么还一定要跟他在一起呢？因为我们在一起很长时间了嘛。然后这不是重点啊。那就是因为我很喜欢他呀。你现在还喜欢他？喜欢。喜欢他什么？我也不知道喜欢他什么。反正就是我就离不开他，是这意思吧？可是人家要跟你离婚啊。我不想离婚。你就觉得可以不离是吗？你的生活就一直这么任性的过是吗？我没有觉得我哪里任性啊，因为我感觉每个女孩子肯定都不希望自己的老公在外面就跟别的女孩子那么亲近啊。如果这个婚他就离定了，你怎么办呢？未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但是我还是想去挽回。你跟他谈过吗？
我指的是心平气静的谈过吗？没有。你又想要他，又不愿意为此而努力，对吧？或者说你做出的努力方式就是吵闹。我没有觉得我做错呀。我两个在现在的生活当中啊，每天他都不信任我，猜忌我，我现在防他像防贼一样，而且我们现在一分房睡。不是，你要没什么事儿的话，让他猜就猜，你干嘛要防呢？你没什么事儿，你要防什么呀？主要是我没有去防他任何一件事情，他自己就是会胡思乱想。好吧，这个婚姻我们看不外乎于几个层次嘛。第一个层次是男生因为工作环境的原因和他在处理异性关系上面有些不当的方式，造成了妻子对他的误会嘛，肯定是有嘛，这个你承认吧？这我承认。所以人家误会是正常的，对不对？但是我没有跟人家做过任何一件。不是非要做了什么事儿才是啊，对吗？你琢磨这件事儿是不是？我说的是夫妻之间啊，感受很重要嘛，这是第一个层面嘛。第二个层面是因为这个让姑娘想起了关于这段爱情和这个婚姻当中所有不好的东西嘛。过去是充满希望来的嘛，什么都是好的嘛。但是有了这个东西之后，所有那些不好的东西就起来了嘛。跟你家里人的关系嘛，孤立无援嘛，然后就变得很糟糕嘛，他的委屈就越来越委屈嘛，他也是委屈的嘛。你们俩所有的点把它对在一起，都是我委屈。两个人没有坐下来静静的去看看到底哪儿我们做的不好，我们有没有什么方式让我们做得更好一些，其实就是改变那个词嘛。你们想改变吗？我先想问你，当时提出跟他分房是为了什么？就是有一次我看到他跟他那个前女友一起吃饭，然后他跟我说那不是他的前女友，但是我就是看到他们两个人一起吃饭了，然后我心里就受不了嘛，就跟他分房。所以其实分房是为了惩罚他，对吗？对。分房是惩罚他的一种手段，对吧？可是你又想要这个婚姻，你又采取了一个要割断这个婚姻的手段和方式，不觉得很矛盾吗，孩子？你现在冷静下来了哈，你跟我说说你妻子怎么样啊？除了怀疑你之外。除了怀疑我以外，其他都很好，家务活这些他都是帮忙分担的在做。啊，家里的钱谁管？家里的钱以前是归他管，就是说我工资发下来是7成给他，3成给我自己。啊，也就是说钱还是在一起的，是这意思吧？对，但现在钱不在一起。为什么？因为他老是喜欢猜忌我。就是现在这钱你们各管各是吗？对，是的。真的是觉得自己一点都没错，对吧？对，这个其实就是他们现在婚姻最真实的现状。两个年轻人很无力，曾经相爱，用女生的话说，我曾经因为爱情，我放弃了我的父母，我背叛了他们。为什么在婚后你用这样的方式来对我？男生说，为了想让我们更好，所以我选择了一个我更擅长的工作，而恰恰这份工作让你们的情感越来越远，两个人就无力地待在原地，用争吵的方式彼此伤害着。这个道理应该怎么办啊？我们听听老师们的建议，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想先问一下女生，你现在在工作吗？我本来有工作的，然后现在在考驾照嘛，打算把驾照考完了，找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继续上班嘛。实际上刚刚我听到两位这个不同的态度啊，一开始我也误会了，我以为是女生提出了分居，她就准备离婚了，但事实上看起来并不是这样。可是从你们的言谈当中，实际上我觉得女生内心还是强势的，她有优越感。可是为什么在这个婚姻走到这一步，当男生那么坚定地提出离婚的时候，女生还非常的犹豫呢？我在想，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感情，还有一方面是你不愿意面对这种所谓的失败吧，因为你毕竟为了这个婚姻，这段爱情众叛亲离了，所以你不愿意面对这样的结果。可是这种结果并不会因为你曾经付出了多少就有所改变。我看赵川反复地问男生，他的态度都是很坚决，他想离婚，他不希望被这样的爱裹挟着、猜疑着继续走下去。
而我从女生的回答当中似乎看到，你没有在这个家庭之外有任何的退路。今天我要说说退路这个词。所谓的退路不是说你给自己找好下家，而是说当你遇到感情或者婚姻变故的时候，你还有其他的可以让自己立足这个世界的本领，可以不被这个事情这么痛苦的纠缠下去。就如同你在路上踩到了一滩烂泥，你这个时候一直在想着跟这个烂泥纠缠吗？还是说干脆我把这只鞋甩了，换上一双新鞋继续往前走呢？女生，我似乎觉得你没有这样的勇气，可能是因为你的人生还没有开始，你就把自己装在一段爱情和婚姻里，所有的一切都放在里面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你觉得我背水一战，我现在放手太不值得，我的身后没有我的父母，我也没有其他的路可走了。所以我想说的是，考完驾照，抓紧时间找到工作，在这一段相对的冷静期里做好自己。我相信这个可能是你们处理目前矛盾的一个好方法。你也不会过多的把所有的精力都投注在他身上，每一天去翻他的短信，看他发的红包，这样其实你很累，他也很累。关注自己，爱自己，好吗？谢谢。好，谢谢周群老师。其实给你们建议我挺纠结的，我想再和男嘉宾啊再确认一下，你提出离婚到底是一种想要打胜这场婚姻里的战争的一种手段，说白了就是你是威胁对方的，还是你真是想离婚？给一个明确的答复。也不是说我要真实想打赢这场仗，然后想真想跟他离婚，我只是想让他改了他这些坏毛病，不要每天对我这么猜忌。你让他改是吧？对，问题都是他的，你没错，是吧？对，所以你说你必须改，否则就离婚，是这个逻辑吗？是的。好，你真就这么对吗？你真的就能做到问心无愧吗？第一，我们不是说酒吧这工作里面全都是单身汉，不是吧？做什么工作最关键变不变心，或者说会不会影响你自己的爱情的，都是你这个人。你真做的跟那些异性都没有任何的跨过尺度的行为吗？真的吗？你发那红包真是借人钱吗？真是吗？你的妻子明明她不愿意让你去和那些异性那么聊天，你为什么还要聊？你还跟前女友去吃饭，都被看见了，还说那不是我前女友。做人要坦荡一些，或者说做人要讲点良心，好不好？这个女生是有问题，但你就这么没有问题吗？口口声声的把这个离婚当做一个条件，这个女孩对你的付出不少，你太狠心了吧？女生，你在这场恋爱当中处于何等卑微的地步？卑微到好，我只要能把她周围的一些诱惑全都排除掉，删掉异性联系方法，打她女同事的耳光，我不让她做这件事情，真就能解决问题吗？你能改变她吗？改变不了。你唯一能够改变的自己的心态。你是认为之前为他付出的太多了，对不对？不甘心认输。我为他，我跟我自己父母决裂呀，我为他，我做出这么多的妥协呀，我为他甚至于说我分房睡，我也不跟你离，钱和房现在都分了，实质上其实已经你们是离婚的状态了。有这么一句话，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也许你的父母因为有了一些生活当中比你更多的经验，他们可能看出一些问题，多和他们聊一聊，好不好？听听他们的意见，但真正是要找到自己，好不好？别这么作践自己，行不行？行还是不行？现在做不出决定，好好想想，好吗？认真的想想，没他你过没他的日子。像周军老师说的，考完驾照之后自己找一份工作，好不好？先找找自己，可不可以？可不可以？我好好想一想。好好想想，就这样。好，谢谢曲总。我先跟女生说一下啊，在你今天所有显示卑微的背后，
是你极度的任性。当时父母并不同意你们两个在一起，但你还是跟他在一起了。你的公主病太严重了，从小被父母惯大的，所以才有了在今天他的强烈的反击。在这样的婚姻关系当中，我看到的是你们的对立，是抗衡，甚至分居。古言说得好，床头打架，床尾和。作为一个妻子或者一个丈夫，你们在婚姻关系当中，那吵架是非常正常的。但你把沟通的桥梁全部阻断，并且任性的制约他，删掉他的电话号码，让这个男人今天的反击就是离婚。我们往往新婚夫妇啊，你们两个1年没有小孩，这种离婚率是非常高的。我们任性的结婚，又任性的离着婚。我们很多年轻的夫妻会选择用3个月甚至6个月去筹办一场浩大的婚礼，向全天下昭告我们结婚了，我们相爱了，但却没有办法用1年的时间去相濡以沫的听听对方想说什么，听听对方想要什么。所以对于这场婚姻的现状，我是感到非常的惋惜的。但我想对男生说一句话，你今天不要试图赢过这个女生。如果我是你，是一个聪明的男人，好好疼你的女人，而不是试图用离婚的方式去跟她较量，想赢过她。婚姻中没有谁赢过谁，只有谁不懂得珍惜谁。送给你们2位，谢谢。好，谢谢贺总。他婚前也这样吗？没有。他婚前也查你吗？婚前的时候从来没有查过我。从来没查过。他为什么婚后就变了呢？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我有想过这个问题。请给我答案。可能都是因为我这份工作的原因。你可拉倒吧。刚刚主持人已经说了，他婚后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为了你变成了孤家寡人，跟父母走远了，所以他能抓住的只有你。所以你从来没有认真的考虑过这个问题，因此在婚后你也没有选择去看他的父母，更加加剧了他的孤独感。他在结婚的过程当中，他违背了父母的意愿，要跟你在一起，但你并没有做出十分主动的行为去缓解你和他父母的关系，你不积极。我没有不积极，我每次去的时候都是被拒之门外，我进都进不去。你娶了别人的女儿，养了20多年的女儿，你去了被拒之门外你就走。他的父亲病，你有多重要的工作？那是多么好缓解的关系，他姐姐还主动叫你去，你却不去，你积极吗？到了手就不再去维护这层关系。事实再一次证明，父母的决定是对的，但父母的做法是错误的。我们很多人都会认为，父母为什么每一次他的决定都是对的？难道父母比我们更懂爱情吗？难道父母有火眼金睛吗？难道父母会未卜先知吗？他怎么就能把事情看得那么远呢？拥有丰富的生活经验是一部分，但其实更重要的是，父母为什么每一次几乎都能够判断对，是因为他了解自己的孩子。他知道你是一个冲动的人，反对之下你依然结了婚，你甚至不愿意用与他共同的时间来争取父母的认同。父母在反对的时候，你们可以用你们自己的实际行动和坚贞的爱情来证明我们可在一起可以幸福。但有些人偏偏不，我非得恶心自己父母。所以父母知道你很冲动，父母也知道你是一个没有逻辑的人，所以你才会冲上去打别的女生，而不是管管自己的丈夫。父母因为了解自己的孩子，所以才知道自己的孩子在恋爱的过程当中每天脸上所呈现出来的状态，说什么样的话，做什么样的事，他才能够隐约地感觉到他现在谈的这个男人到底合不合适。而事实上证明父母也是对的呀。我其实注意到刚才3位老师在说话的时候你没怎么听，所以曲伟问你问题的时候你是懵的，你时常处于自己的一种状态当中。我相信当初父母反对让你跟他在一起，你也是这种状态。但父母的做法真的是错误，恰恰是因为反对，所以才要沉默，让你们自己去发现问题。而恰恰是父母强烈的反对，才加深了你们的快速结合。
我看台本上说，你父母当初在反对你的时候，曾经说，如果结婚之后有任何问题，他们不插手。他是说过这样的话吗？这样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这无异于说，即便你犯了任何一样的错，你也是咎由自取，我们不会管。但越是这样的压力，越会逼使自己的孩子想要证明我的这次选择是正确的，所以才加速了你的冲动。没什么好建议的，我就觉得你应该现在回到家里，而不是跟他分房睡。你应该回娘家，回到以前跟父母之间的状态，没什么不好说的。即便是自己选择错了，在父母面前认个错没有问题，他们依然是你的父母。当你得到了父母更多的包容，缓解了你和父母之间的矛盾之后，你的视野会非常开阔，父母会帮助你来回顾这1年的婚姻、2年的恋情、3年的共同时间，你才能够看得清楚很多事情，你才知道这个男人值不值得你爱。跟父母好好商量，聊一聊，家门始终是向你敞开的，在父母面前承认错误不丢人，好吗？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有了闺女之后，就对这种事儿特别敏感。敏感在哪儿？我就想，如果是一个臭小子第一次上门的话，我给他拒了；第2次拒了；第3次他还来，可能我这门就开了。但是这小家伙在描述他第1次之后，就马上是仇恨了。他们不待见我，我为什么要这样？哎，小伙子，我是你的客户哎。你说你喝这个酒，不喝。2天又来了，喝这个酒不喝，第3次你还向我推销吗？会。为啥呀？因为这个酒，如果推不出去的话，我就赚不到钱嘛。对呀，所以啊，这话你听见了？换而言之，你爸妈那儿我攻不下来，因为你上着杆子要嫁给我，所以我还能娶你，我还攻克他们干嘛呀？听懂这话了吗？为什么我们说长者是有智慧的？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他的智慧就是来自于对生活的思考，而来自于生活的思考，恰恰是能从生活的一些细节当中来发现一个人身上本质性的东西。那个时候你没有听，今天我希望你听听老师们的话，我也希望你能听听老师们的话。如果这个婚姻你还想继续，或者说你离了婚之后，未来的生活里还想能找到幸福，我希望你不要太功利，学会点宽容，其他的没什么。好了，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是，以前呢，很多事情是我做错了，但是你也不应该每天就这样猜忌我、不信任我，老是喜欢无理取闹的跟我吵、跟我闹。我知道以前或许我太冲动了，因为你的一些话嘛，我就感觉心里挺委屈的。但是那些冲动的话，我以后都尽量去改。毕竟我们在一起那么长的时间嘛，而且2个人的性格都是彼此了解的，所以我还想继续下去。哎，谢谢2位啊，请回。来，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行了，这是他的态度，这是他在这个节目现场的态度。有话跟他说吗？我就觉得，毕竟在一起那么长时间嘛，就感觉，还是挺遗憾的。说一句话啊，姑娘，第1句回家，第2，一个男人铁了心要跟你离婚，特别是像这样的性格的男生，多半都是有原因的。
回去先梳理一下3年吧，先自己梳理一遍，用自己的思维方式加上今天老师们说的方法去思考一下，消化一下，然后再做决定。真的你想明白了，离不离婚其实变得都不重要了。22岁了嘛，要长大嘛，记住以后不在冲动的时候做决定，回家好好思考一下，好吗？谢谢你，庆辉。还是那句话，好好恋爱，慎重结婚。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对嘉宾的一些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们相爱2年了，我希望他能来到我的身边，找份工作，一起生活。我也想和他在一起，但他现实根本不像当初他承诺的那样。他为什么不能理解我，不愿来我这边一起努力，总是怀疑我？他到底要我怎样？他实在让我没有安全感。如果现实生活还是这样，不如分手算了。掌声有请这对情侣，有请。鲁先生22岁，来自四川营销；王女士22岁，来自四川服务员。来，有请2位，有请。欢迎2位哈，是异地恋是吧？对，这距离有多远啊？1000多公里。哦，1000多公里啊！怎么认识的呀？当时我是跟他在网络上认识的，我俩老家都是一样的嘛，都是四川。然后我当时工作在重庆，他在广州。然后呢，就这样我俩就网络上认识相恋。当时我是做网络陪练的，当时时间特别多，也特别富裕。我就经常跟他聊天啊，就是时常能做到秒回的状态，是吧？我跟他网恋了3个月。然后呢，准备说时间差不多了嘛，感情有基础了，我就跟他说准备奔现嘛，就见一面了啊。当时我就从重庆去广州跟他见了一面啊，当时觉得感觉特别好嘛。后来我当时在重庆也是有工作，所以我待了2天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呢，然后我就想，不可能一直就是网恋啊、异地恋什么的，肯定要在一起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网络这个工作肯定也不是一个安稳的工作，是吧？我就说准备去换个工作，当时做了一个 KTV 服务员。当时做的还行，就做了4个月左右，我就跟他异地恋了4个月嘛。然后我就跟他说，要不我俩在一块儿吧。啊，等于在网络上认识了7个月之后，2个人准备正式奔现，是这意思吧？对啊。然后呢，谁找的谁呀？当时我是让他来我这边，当时我做了4个月，不是手里有点钱嘛？啊，我就说我觉得应该可以做我俩的生活，然后我就让他过来了。就姑娘就从广州去了重庆，是这意思吧？对，当时我那边的话，那边都准备提升我当店长了，然后他说他很想我，我也很想他嘛，我就为了他把那个机会放弃了，然后我就过去找他了，然后过去了以后呢，几天后我就发现他说的那些根本就不一样，他跟我描述了有多好多好，但是我去了以后，当时他还和他朋友合租的，条件也不好，然后后面呢，他也不会像以前那么回我信息了，甚至每天都很晚回来，然后也不会像网恋的时候做那些甜言蜜语了，什么都不会了。啊，发现2个人在一起之后，这个男人变了。对。啊，除了他描绘的条件和现实不一样，这男人对你的态度也变了。再往后呢？在后面他就刚开始没说什么嘛，到后面他就让我去找工作，然后刚开始他帮我找了几份工作，第一份呢在厂里面做流水线嘛，然后每天站12个小时，又是电子类的嘛，就很危险，我就没有上了。第2份他给我找的是服务员的，那里太脏又太累了，我又没做。他后面给我找了一份营销，然后那里的人都对我说三道四，天天受白眼。哦，等于在重庆工作特别不顺利，是这意思吧？然后这个男生在变，然后就离开重庆了，是吗？没有，当时是这样的啊，就是当时我不是做了4个月服务员嘛，手里有点钱，是吧？我就让他过来了。他还带了只猫，你知道吧？一个猫他1个月都得花1000多块钱啊，买猫粮什么的，乱七八糟的。后来我俩不是生活了2个多月嘛，差不多3个月的样子，我都感觉我快成月光族了，我就没钱了，就让他去找工作。等于这姑娘来了3个月没工作是吗？对，然后我就让她去找工作。你让人来的时候说好了，说我要养你吗？
他说了的，说要养我，说要照顾我，当初保证的说各种条件啊都有保障。哦，是许诺了一个很优渥的生活环境给你，是吧？结果发现压根儿不是这么回事儿。对。然后又去找工作，你接着说啊，怎么了？当时我就特别生气嘛，给他找工作他都不做，是吧？第一个也不做，第二个也不做，第三个也不做，然后我就感觉他有点好吃懒做的，我就当时就特别生气嘛，我就骂他。不是，那不是你跟人许诺的说养人家吗？那刚开始我也是这么幻想的呀，但是他来了之后，就感觉经济压力就变大了，我也感觉压力特别大。你的意思是没想明白，不是刻意欺骗，是这意思吧？我本来就没想着骗他嘛。啊，我不是不愿意去工作，是你的态度问题。我怎么态度啊？后来怎么又离开的呢？他就吼了我嘛，那天我们就吵了一架，然后我就走了，我又回到广州了。回到广州没有找到工作，然后我只能回奶茶店那里上班。我回去了以后，我就慢慢发现，老板呢也不再器重我了，然后员工也在背地里说三道四的，说我为了他连工作都不要了。然后经常在背后说我很多坏话那种的，然后我过去了以后都已经是物是人非的那种。哦，就是本来想象的回去还行，结果没想到回去之后，大家觉得你看这姑娘多傻呀，为了爱情又回来了，是这么个意思吧？啊。后面我就特别委屈嘛，就特别难受，就继续找他聊天嘛。啊。然后就又恢复成网恋了，是这意思吧？对。啊。然后就逐渐发现他就变了嘛，比以前更离谱了。以前呢，他都回我信息，现在都是那种第二天才回信息那种。哦。他回广州的时候说走就走了，然后我下班回来我就看人都不见了，当时我特别着急，是吧？然后我问他，他跟我说他已经到广州了。后来我也觉得特别生气嘛，我说你比我还杠是吧？当时我也特别杠嘛，然后就这样冷战了差不多半个月嘛，还是我求他和好的。这和好之后不就算这事儿过了吗？那干嘛还要隔天才回人信息呢？我当时去换了个工作，当时换了个营销，工资肯定比以前高一点是吧？因为工资高嘛，肯定都会忙。然后当时我就特别忙，要陪客户嘛，所以我就很少时间看手机，也很少回他。啊，我觉得我是为了我们以后，所以才这样的。行，但是姑娘的感受就是你现在对我不理不睬了，变冷了是吧？感情？对，就变得不像以前那样了。啊。然后后面呢，有一次嘛，我一天一夜联系不到他，像整个人消失了一样，完全找不到。那时候呢，我打他微信电话，什么都全部接，包括问他身边的好朋友啊、好哥们儿，全部都说找不到。哦，人间消失。对，一天一夜找不到。当时我就直接把那边工作没要了，我就直接跑过去找他了，因为我怕他万一出个什么事了，我就当时直接过去了。过去了以后，他给我解释说，那天他在朋友家喝酒喝多了，然后手机没电了，没充电。哦，等于2次在广州的奶茶店辞职，到重庆去，这次是寻人是吧？对，然后这件事也过了嘛。他晚上上班嘛，相当于我在重庆的话，我就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他那都是那种下班到深夜才回来的。他不是每个月有休息吗？我叫他出去，陪我玩一玩。他怎么了？那不是上班累了吗？然后回家想休息休息，就休息的时候想打打游戏，放松一下自己心。你还好意思跟我提打游戏？他打游戏里面全部都是女的。打什么呀？就打英雄联盟啊这些。哦。然后他经常跟一个女的打语音嘛，我就听出来了嘛。然后后面还有一次更离谱的是，他们公司团建啊，也有那个女的在，你就问他们做的什么活动嘛。公司组织团建都是这么分配的呀，对不对？然后做啥活动啊？做一些体育运动，做一个比赛，然后我们就在做仰卧起坐这些，可能会有肢体的接触嘛。他老是想多。那后面还有一次啊，那女的生病了，你陪她去医院，这算什么？那当时他不是在重庆没有朋友吗？对不对？陪她去看一下怎么了呀？那我当时我生病的时候你怎么说的？多喝热水，睡一觉就好了，你也可以这样跟她说。那我俩不是异地吗？那会儿。那他凭什么就可以？你可以也可以这样跟他说。那当时我跟他挺近的，我就作为朋友能关心一下呀，对不对？嘿嘿，哎。回家那么累，要靠打游戏放松，把女朋友晾着，那咋同事有点事儿你就不累了呢？就是感冒了嘛，我陪他去医院去看一下嘛。对，感冒了，他自己有腿有脚的，要你陪啊。我觉得做朋友之间就看一下而已。我跟他认识很久了，但是只是朋友，没有任何关系。没说你有任何关系嘛，就是你女朋友一定会多想嘛，对吧？这就是他心里不舒服的地方嘛。对，那次我真的是太伤心了，我就觉得当初不应该来，然后后面我就一气之下我就回老家了。
后面啊，他就说让我去重庆找他，我就说都是我去找你，你就不能跟我回老家一次吗？我跟他回去了呀，但我又回来了嘛。什么叫回去又回来了？什么意思？当然我去就是想看看他嘛，对不对？就让他别生气了嘛，就想求他和好嘛。但是他爸妈就说了一些话，就感觉跟我想的不一样嘛。他爸妈说什么了？跟你想的不一样？我爸妈当时说让我们在近2年内结婚，结婚了以后他的心思能放在我身上，对我多一些安全感、责任感。他呢，他就不想，他就走了。哦，他爸妈说让我就在老家发展，陪他一起开个小店什么的。但是我不想啊，我肯定有自己的想法呀。我想在大城市发展一下呀。你想娶她吗？我想娶她。但是现在太早了。结婚的前提肯定有个房有个车什么的，对不对？有个保障嘛，是吧？结婚的前提这都不重要。对，所以我就想这2年奋斗一下，有个保障，再跟他结婚嘛。好吧，那你对未来的生活怎么规划呢？我就希望我们在近几年结婚了，他也可以来我老家这边工作，虽然工资低一些，但是他能经常陪我，我们能经常在一起啊。我是想的是有钱了有房了，对不对？然后我们结婚了，那以后不得为孩子考虑吗？对不对？想多了吧，孩子。这姑娘现在想嫁你吗？你先问问，你现在想嫁她吗？想啊。想啊。就这你还想嫁呢？我也想跟他分开，但是我舍不得啊。那今天为什么来呢？就是想解决这些矛盾。你们俩现在算异地对吧？对。你在老家，你在重庆，怎么办呢？这个事儿得解决一下。我就想让他来我身边嘛，他就是不想来。我也去过啊，但是我去了又是另外一回事啊。而且他给我找了，我也去工作了。你找的那些工作全部都不适合我。自己能找吗？我一个人在重庆找不到，我找过。因为我在那边除了他，我什么都没有。你当初去广州的时候是有人带吗？还是自己去的？最以前的时候是有，是我叔叔在那边。所以其实在广州的那个工作是因为有人带着你，是吧？对。不是找不到，我是找了他不想做，跟你们都没有心思做，知道吗？就1个、2个、3个，找了他不愿意做，你知道吗？不是我不愿意做，问题是你那是什么态度啊？这是态度问题啊！好，为他再努把力呗，再去一趟呗。他态度好点，你不就工作了吗？我就希望他能多给我一些安全感。这能给吗？我想给，给不了啊。还没听出来弦外之音呢。今天谁要来的？我要来的。你要来干嘛？就是让他跟我回重庆嘛。一直异地的话，那感情肯定会越来越淡嘛，我就不想跟他分开嘛。那他去了不是也淡吗？那去肯定不会淡，至少人在身边，觉得安心一点嘛。安心一点。安什么心呢？至少人在身边，每天能看到他。我觉得去还不如不去。异地的时候你根本就不会这样，我在你身边呢，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他说的是事实吗？异地的时候可能你的关心会多一些，其实也好解释，因为在异地的关心只要摁个键就可以了，而人在身边的时候，靠手指头的关心是远远不够的，那需要付出。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吧，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刚刚听到这个女孩说了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她说：“我妈妈希望我们抓紧时间结婚，结婚以后呢，她可能就会对我好一些，关注多一些。”我在想，这可能是你妈妈和你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景吧。就目前的情况，如果你们俩还在恋爱期，都已经像结婚的老夫老妻一样，在讨论怎么样才能够让他多关注我一点，你怎么能奢望结婚就能改变这个现状呢？而且22岁在我想来是一个人生刚刚打开篇章的时候，本应该是追寻自己美好梦想的梦开始的时间。我听来听去，你们俩在一段情感里不断的纠结，男生找借口说我有了房有了车，我就可以和你结婚。女生说，如果我们结婚，有可能就会改变。可是我觉得你们结婚以后状况会更糟，或者说你们还没结婚，男孩有房有车，娶的也未必是你。女孩其实已经在外面闯荡过了，
你其实经历过这种漂泊了，可是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你没有能力再找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呢？我觉得现在当务之急不是说你要用尽各种方法把这个男生的目光重新回归到你身上，而是你要用尽各种方法让自己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让自己立足。我不认为你找一份工作是很艰难的事儿，到底是什么原因束缚了你的手脚？我觉得很费解，而且你对爱情失望过，还回到你曾经工作的地方，我觉得你有勇气做这种抉择，为什么不能够下定决心找一份自己适合的工作，然后开始新的生活？你的爱情有可能会回归，或者你会有其他新的爱情呢？我觉得女孩在这个事件当中，你始终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受害者，你觉得因为爱情的选择，我现在变成这么被动的一个局面，难道你就不管我了吗？对不起，现实就是这么残酷。如果爱情降温了之后，真的没有人管你，你必须管好你自己。你不要说这个男孩为什么他变得冷淡了，除了你的父母会对你永葆热情，其他人很难保有这种热情。所以姑娘，看清楚眼前，找好自己的路，站稳自己的脚跟，咱们再谈爱情好吗？谢谢。好，谢谢周群老师。现在很多在爱情当中的女生啊，都在找安全感。这个女孩就是找不到安全感，但她们恰恰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难道自己的安全感是要从别人身上去获得吗？你去广州找工作，一定要有一个朋友在那里，他才能帮助我找到工作，对吧？第二，找这个男朋友，他描绘了很多夸张的事情，但是他的那种描绘就让你想到我要去投奔他，我就会很有安全感，是不是？所以事实呢，无情的会再给你一个告诫，他什么都没有，他是合租的，甚至于他还跟异性去做了一些让你不能接受的事情，所以你的安全感就无处可寻了。真正的安全感应该是自己可以让自己感到安全，也就是说安全感从自己身上去找。如果你有能力去找到在各种陌生的环境当中找到工作，并且工作得很好，事业方面有没有安全感？如果你自己很自信，对这个男生你看得很通透，并且你知道我们俩在一起是这个男生在因为我的特点我的自信而爱上我，你就不会没有安全感。你妄图通过说结婚就能改变说让你获得安全感吗？恰恰相反啊！现在种种迹象表明，千万不能跟他谈婚论嫁呀。他现在还没有全心的在你身上啊，怎么可能通过一个形式上的东西就可以获得安全感呢？没有，反而你试图一直在改变他，从而获取你的安全感。但事实被改变的是谁啊？不是他，是你自己。你失去了一份又一份的工作，甚至你失去了很好的一个发展的前景的工作，你不自知啊！几次从重庆到广州，挫败感，然后再回去，然后再回来，你还不能清醒一些吗？你这么去找，什么也找不到的，从你自己身上找，好不好？就在你的老家，找一份适合你的工作，不需要依靠任何人，开始自己独立的、有尊严的自己的一个状态，会让你越来越美丽的。而这个男生呢，他会被你吸引到你的身边的。如果不被你吸引，那就是另外一个男生到你身边。重要的是你有一个值得他们爱的真正的自己，好不好？有了这样的自己，就有安全感。就这样。好，谢谢曲总。我想问男生一个问题：你陪他去医院的那个女生，是不是有独立的工作？你的同事对吗？对。是不是她也可以和你玩游戏？对。你看到没有，姑娘？你生病了，他会跟你说喝杯热水，但是他会陪那个有独立工作并且能跟他玩到一起的女生去医院。你既然是他的女朋友，为什么不能够爱他的爱好？玩游戏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如果你能懂他的游戏语言，你完全可以走进他的内心深处。你一直在为自己的不找工作找借口，你说你去重庆找3份工作，都是因为这个工作不适合你。什么适合你？把自己的命运安排在一个男人身上就适合你吗？你所有的安全感绝不是来自这个男人。况且你的生命刚刚开始，你才22岁，你怎么知道这个男人一定是你生命的归属呢？姑娘，我希望你听得进去，
这是你来这个节目的重要意义。只有你改变自己，世界才会改变。这是我要说的。男孩子，我想说一句话：懂得珍惜。谢谢。好，谢谢何老师。在谈问题的时候，男生一直是一种很轻松的状态，甚至时常的露出微笑，而女生一直是愁眉不展。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男生可能不觉得有多大的事儿，倒是女生把它当成了一件天大的事情。不是这一个男生有这样的问题，很多男生都有一个伪命题，他们口口声声所说的要为自己将来的家庭和女方创造更好的物质条件，为此而要奋斗，但事实上连用心的陪伴都做不到。我们也不能非常武断地说这种男生就一定不是真爱，只能说他还太年轻，他更爱自己。我这么说你承认吗？事实上有没有打算跟他结婚，你自己心里很清楚。是不是想要把这份感情进行到底，有一个结果，你也很清楚。你不过是边走边看罢了。生活在一起的目的是为了什么？生活在一起的目的是为了照顾对方。但很多年轻人现在生活在一起，是因为寂寞，是因为孤独，所以想要陪伴，仅此而已。因为我没有看到你们在一起用心的生活。女生的话题是一个很老的话题，很多年前就谈过，一个女人为了爱而远走他乡，跨越千里之外，她的结果90%多都一定是失败的。在最初，男生一定会有感动，但这种感动很快就会随之而去，因为生活是特别具体的，爱情是相对抽象的。当异地恋的时候，爱情可以抽象为几句关心的话，几件礼物，几句情话，几段思念。但是当一旦生活在一起，生活就像婚姻一样，特别的具体，具体到我要时时刻刻的陪着你，要用心的关心着你。当一旦进入到具体琐碎的时候，那份感动自然就消失不见了。然后你数次的从广州去到重庆，只能让他感觉到我被爱的优越感。既然我都不用去广州，你都能够3番5次的来重庆找我，那我还需要做出什么努力呢？不需要，因为我只要一个电话，你就会过来。所以女生跨越千里之外去追寻一段爱，结果多半是不好的下场。第三，你在重庆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你认为我在重庆就不应该太辛苦，因为我为此而放弃了广州的职场前途。所以我到重庆来，你应该感激涕零，应该为我找好工作。你心里不是没有这样的想法，你说是吗？因为你感觉到我是在做交换。既然我失去了，那你就要从爱当中给我补回来。所以其实你也没有那么爱他。如果你真的去重庆是为了照顾他，为了这份爱情，你应该更加努力的工作。所以如果真的是想为了爱情，无论是在重庆还是在广州，你的工作永远是属于你自己的。它无论带来的成就感、收入，乃至于职场给你带来的前途，都是属于你自己的。这个你不能丢。如果要生活在一起，就一定要做到用心的陪伴，用心的呵护。如果不是用心，只是为了寂寞而走在一起，迟早有一天会更加寂寞。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婚姻为什么走在一起，大家想得很清楚。爱情为什么走在一起，其实想不清楚。那是一种感觉上的冲动。画画的人说，鬼魅易，画犬难。就是我画我想象当中的东西特别容易，真的要画一条犬就会非常难。这个其实就跟生活是一样的。谈恋爱的时候，你有大把的想象，有很多想象的画面，补充的让你非常的愉悦。日子不就是画犬了吗？像不像，准不准，自己很清楚。女生不要抱怨，好的爱情是要有资格谈的。谈好爱情的资格是什么？首先是一个独立的人，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他有独立的思想，他具备可以自己养活自己的能力。
这个很重要。我有这个能力，我用不用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我要有啊。剩下的事儿你们自己来聊吧。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其实从上次从他那儿回去了之后，我也想了很多。跟他在一起那么久，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也挺自私的。他当时也是挺好的嘛，能放弃一些东西，就全身心的投在我身上，我觉得我挺对不起他的。但是我还是想跟他在一起。我知道，我也有错，对不起。谢谢两位啊，请回。来，请关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现在请大家拿出手机，下载京云 APP 和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进入到我们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边看边聊。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京云 APP、天津 F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来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欢迎大家登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来看这一对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有一种悲伤是小至于你挺好的，这就叫面对了吧。明明发现了很多问题，我发现我不能给你，我不愿意给予你，太多的问题出现了，为什么一定在一起呢？我想今天如果他们想清楚这个道理，其实对成长还是挺有用的。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京云 AP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师进入到京云中央厨房，让我们一起进入爱情保鲜期。有网友提问说，我老婆生完孩子1年多了，我感觉压力越来越大。生完孩子后，她就没再去工作，因为孩子家里开销越来越大，我一个人快负担不过来了，生活质量也下降了很多。但是我和老婆提起工作的事儿，她就说她想做全职主妇了。可是照顾小孩这些，明明她父母也可以做，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改变她的想法。为什么孩子要由她的父母来带呢？这明明是你们2个人的孩子呀。父母并不是你们免费的保姆，也没有义务帮你们免费带孩子，所以我想你们生的孩子就该自己养，加油吧，祝你幸福。节目唯一官方报名热线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费用，小心被骗。再一次的谢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